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元。今天我们来看一下2377的移民状况。那一直以来我都是更新960的移民情况嘛，都没有更新过其他的王国。那我手头上是有数据啦，所以可以跟大家做个分享。我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那严格来讲，其实他们失败的次数已经是第4次了。在他们碰到960之前是输过1次 KVK，960那一场也是输了 KVK，1v3 的那一场 KVK 也是输了。接下来就是2489的那一场 KVK 也是输了。所以他们严格来讲是已经输了4次 KVK， 但是这边不懂是没有更新还是什么事情啊，反正他们正确的那个数据是12胜4次失败，再加上他们的国王前不久也是发了公告说他要辞职了。在前不久我也是有讲过那个邮件啦，王国邮件，然后他们的新国王也是上任了，所以严格来讲他们的王国是没有解散了，只不过他们把玩家从原本 GV77 这个联盟搬过去 AO77 了，所以你们看到 GV 那边是没有什么玩家的。尽管如此，他这边 AO77 的战力还是挺高的，都有212亿。主要的原因大家也知道啦，是因为俄罗斯父子，只是光靠这2个人战力已经都有50亿了。所以如果是把这2个玩家移除掉的话，他们正确的战力呢就大概150亿左右。那原本有一个排行第3也是战力挺高的玩家，他已经移民离开了。但各位可以看到啊，他的玩家似乎是已经少了很多。我们算一下8000万的玩家有多少个吧，目前剩下119个，所以也可以从这边知道他们移民离开的玩家是真的很多。所以我就专门去做了数据，究竟他们玩家离开了多少位，他们招募进来的玩家又有多少位。但是我相信他们招募进来的玩家之后应该会再更新啊，因为他们 KVK 才刚结束不久，所以之后应该还会再邀请一些玩家加入他们也应该也不会这么快报名 KVK 啊，上一场 KVK 他们耗损还挺大的。 OK， 那么这里就是我所制作的数据，这个的列表就是我们可以看到2377有哪一些新的玩家移民进来了。战力的话分别是从8000万到2亿战力，这个玩家就是新加入的，不过他名字看起来不像是新玩家的名字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本来就已经在2377的玩家了，就是这位，他名字很眼熟，我忘记他是从哪个王国移民过来的，之前有看过他的名字。但是移民进来的玩家其实不算特别多，也就大概24位玩家，但是你们不要以为这边已经很多了，虽然24位玩家以一个正常的王国来讲是挺多玩家的，但是你们要看这里这个是什么列表呢？这个是他们移民离开的玩家列表，整整加起来总数有54位，这么多。那你们比较起来，哇，你才招募到这20多位玩家，但是你50多位离开了，是比起你招募进来的移民玩家还要多出了1倍。不过目前2377他们这个王国还在银色先锋啦，严格来讲他还是可以再继续招募玩家的，只要不要超过那个战力线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之后还会有一些玩家移民进来啦，但是我不保证能够像移民出去的玩家这么多，有54位。不过我们可以从那个列表看一下他们大多数移民过去的玩家有哪一些王国。1316的话就只有一个玩家，这个叫波利的玩家，这个是他的战力。接下来1365的话就有2位，其他这些不太熟悉的王国啦。但是1606的话就有3位移民过去了，1875的话也就只有1位。但是可以看到这边2359还挺多玩家移民过去的，那么刚好2359他们这一次就在1365对上1875的 KVK 里面了，所以他们应该表现还不错吧，应该有一场比较刺激的 KVK。 只不过我比较担心就是他们才刚在2377那边战斗结束就马上过来开始战斗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表现，会不会资源加速不够多的问题。这一期他王国最多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2489这边真的是招募了太多玩家了，比较多的玩家还是越南的吧，也有一些外国玩家，还有一些韩国玩家，因为2489他们本身也是原本有一些韩国玩家，所以他们会移民过去也不感到太意外，毕竟找朋友玩嘛，找认识的人玩嘛。这里还有一个，所以2489这边的玩家加起来总共有11位已经移民过去了
也太多了吧，都已经占了差不多20%的列表里面的玩家。接下来其他的话就包括2728的话就只有1位，2902有2位，剩下的一些王国我就不太熟悉了，都是3开头的，都属于比较偏心的王国哦。3303我记得是巴黎队长的王国，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他们这边的玩家也是各奔东西的，只是比较多人会选择2489还有1606，毕竟都是先锋王国嘛，所以可以看到比较多的玩家他们还是想要找一些比较强大一点的王国移民过去，可能会找到一些比较有趣的 KVK 比较刺激的 KVK， 他们还是想要继续战斗的。但也是有一些部分玩家他们移民去那些可能比较小的王国，可能打算要退休，又或者是他们把账号给卖掉了。你们可以看到已经重新取名字的账号有哪一些，这些玩家似乎是把账号卖掉，有些只是单纯改1-2个字而已啊，并不是每个玩家都换掉。就比方说 Loki 他只是把名字改掉而已， Groot 他的名字为什么我重复写了一次这个可能是一个小失误吧。那有留下来的玩家就只有这些，不过还是挺多的啦，虽然是说只有啦，但是还是蛮多的。不过有一些玩家他们似乎是把账号给卖掉，就比方说温柔刀，他是一个华人的大佬，他把账号卖给一个中东的玩家。 Pokemon Master 这个是应该把账号给卖掉了，其实他还有好几个账号，这个可能要去检查一下他其他账号怎么样了。然后其他玩家其实他只是稍微改一下名字啦，跟之前的名字没有差太多，还是有一些玩家他是把账号给卖出去了。然后像那个 Snack 他改名字变成 No Disband， Snack 的另外一个账号变成 No Disband 2， 所以相信是同一个玩家，只是改名字而已。然后这个 Angry Antenna 变成 Lazy Antenna 一样的名字，所以这边大致上就是2377的移民状况了。你们觉得怎么样呢？他们玩家确实是流失很多啊，而且这边看下来大多数的玩家都是1亿左右，只是一个比较夸张的5亿的玩家已经移民过去2489了，不过其他玩家战力不会太高了，还有这个2.3亿也是移民过去2489了。各位看到他们的移民情况了吧？所以以目前来说2377已经不是最强的王国了，当然还是有不少玩家说他们还是很强啦，但是你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移民出去的玩家比招募进来的玩家还要多1倍。不过目前他们依旧还是没有解散啊，只是玩家离开比较多而已，相比960来说已经是好很多了。960几乎是每个玩家都已经离开了，战力我记得好像剩下30多亿而已啊，2377至少还是有一个200多亿战力的。我反而比较担心之后2489那边要怎么办呢？他们现在战力真的是太高了他们是金色先锋，目前正在打架的金色先锋他们都已经匹配成功了，所以之后2489那边应该会比较难匹配吧。1093目前是什么先锋？我看一下，1093目前也是金色的先锋，但是他们现在还在 KVK 里面呢，所以短时间内应该是不会跟2489那边匹配的，除非他们是真的觉得说哇这个赛季真的好无聊啊。但是如果2489他们真的要等的话，也要等蛮长一段时间了，毕竟1093他们的皇庭还没有开放嘛，就算等他们皇庭开放之后，也是要等一段时间结束了 KVK 之后才可以跟2489他们一起匹配，所以相信这一段时间2489他们应该会在休养状态啦。如果是说招募其他更多的玩家应该是不太行了，而且战力也很高，击杀也很高，都不懂有哪一些王国会跟他们打，除了1093他们玩家人数比较多之外啦。 OK， 那么以上就是2377的移民情况啦，如果哪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